今天的主角不是巴菲特旁边那位会讲京剧的老人，而是一个把犯错成本看得比赚钱技巧更重要的人。查理·芒格真正留下的不是一套神秘选股术，而是一种先问自己怎么会输的思考方式。如果你把投资想成一场考试，多数人一开始就问哪一题会考。芒格会先把考卷翻过来，问哪一些题目最容易让聪明人自己扣分。这一秒开始，财富导航要拍的不是崇拜，而是拆解。芒格1924年出生在奥马哈，年少时在巴菲特祖父的杂货店打工。那不是华尔街，也不是交易室，而是一个每天都能看见人性、价格、耐心与小利润怎么互相拉扯的地方。后来他读数学，进入军队，在加州理工接触气象，再到哈佛法学院。这段路看起来很散，但它像一个工具箱，数学让他尊重几率，法律让他看见诱因，气象让他知道世界不是单一原因造成。芒格早年做律师，也参与房地产与投资。真正关键的是1959年，他在奥马哈与巴菲特相遇。两个人都很聪明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愿意承认，便宜不等于好，低价有时只是陷阱包装的比较朴素。巴菲特早年受葛拉汉影响，喜欢便宜到像捡烟蒂的股票。芒格不断提醒他，规模变大之后，捡最后一口烟已经不能把公司带到下一个阶段。与其买普通公司等反弹，不如用合理价格买真正好的生意。这个转向后来成为波克夏巨大成长的核心。巴菲特在2023年年报里把芒格称为波克夏今日形态的建筑师。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谁比较伟大，而是好决策常常来自有人敢把你从旧习惯里拉回来。普通投资人最容易误读这段故事，以为答案是复制芒格和巴菲特的重仓，复制他们的公司，复制他们的语气。可是芒格真正强调的是，你要先复制思考纪律，不要复制别人已经走完的路。第一个工具叫反过来想，不要只问这笔投资怎么成功，先问它怎么失败。公司可能因为杠杆太高失败，因为产品被取代失败，因为管理层诱因错位失败，也可能因为你自己的贪婪和急躁失败。把问题反过来，会让很多热闹的投资故事突然变安静。你原本以为自己在追成长，反过来一看，可能是在追别人的估值想象。你原本以为自己在分散风险，反过来一看，可能只是买了10种同样会跌的东西。第二个工具叫能力圈。能力圈不是你喜欢什么，也不是你看过几支影片，而是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说清楚，这家公司靠什么赚钱，竞争者怎么攻击，景气反转时最先坏掉的是哪一个环节。很多人把能力圈画得太大，因为承认不懂会让人难受。芒格的做法刚好相反，诚实说不懂，反而能把注意力留下来。你少买一个看不懂的热门题材，可能比多猜中一个名牌更有价值。第三个工具是多元思维模型。芒格不是要每个人背100个名词，而是要避免只拿一把锤子看世界。投资里有会计，有心理学，有竞争，有规模经济，有几率，也有制度与人性的摩擦。当你只用本益比看公司，你可能错过商业模式；只用故事看公司，你可能忽略现金流；只用技术线看价格，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。模型的价值是让不同角度互相检查，不是让你显得博学。
第4个工具是诱因。芒格反复提醒，诱因的力量会改变人说话的方式。业务员想成交，投顾想留住订阅，管理层想让数字好看，媒体想让你点开。这不代表所有人都坏，而是每个系统都会推人往某个方向走。你看到一个投资建议时，不要只问他听起来对不对，也要问谁因为你相信他而得到好处。这个问题一问，很多华丽简报就会露出股价、手续费、绩效奖金、募资压力、流量焦虑，都可能藏在字句后面。第5个工具是耐心。芒格的耐心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只在自己真的有把握、价格也合理时才动手。市场每天都开门，不代表你每天都要进场；手机每天都跳通知，不代表每一个通知都值得你的钱。耐心最难的地方是它看起来不像努力。别人在社群上晒交易，你在看年报；别人在盘中追消息，你在检查风险；别人在短线大喊翻倍，你只是把错误清单又看了一遍。这种无聊常常就是复利的保护层。但是这里要小心，芒格不是叫你永远集中压注，也不是叫你相信少数持股必然比较高级。他和巴菲特有超长时间、保险浮存金、交易成本优势和非凡判断力。普通投资人盲目集中，可能不是勇敢，而是没有安全带。对多数人来说，芒格是思考可以放进更务实的框架，核心资产要分散，现金流要稳，杠杆要低，工作收入要保护，然后把少数真正懂的机会放在可承受的位置。先不要输到出局，才有资格谈下一轮机会。芒格的另一面是他对心理偏误非常警觉。人会因为喜欢某个人就相信他的观点，会因为已经买进就寻找支持证据，会因为大家都在买就觉得自己落后。这些偏误不是笨人才有，聪明人反而更会替自己辩护。所以他把投资变成一种防呆工程。买进前，先写下你可能错的3个理由。大涨时，问自己是不是把运气当能力；大跌时，问自己原本的商业假设是否改变。这些动作不华丽，但能阻止你把情绪误认成判断。如果把芒格放进台湾投资人的日常，他不是叫你每晚熬夜看美股，也不是叫你把所有钱丢进某一档名牌公司。他会更像一个严格的旁白：你的月支出是多少？你的紧急预备金在哪里？你真的懂汇率与税务吗？他也会问，这笔钱多久不能用？如果3年内可能要买房、换工作、照顾家人，那他就不该承担你自己都睡不着的波动。投资不是把生活塞进市场，而是让市场服务你的生活。芒格的反过来想，也能用在理财习惯上。不要只问我要怎么变有钱，先问我怎么会一直存不到钱。答案可能是固定支出太高，保险买错，分期太多，追逐短线，或每次加薪都升级生活方式。当你把失败路径列出来，改善会变得具体。取消一个无感订阅，比研究一个神秘指标更容易；降低一点杠杆，比预测下次升息更可靠；把投资记录写清楚，比在群组里找安慰更能让你进步。这也是芒格最反直觉的地方。他没有把聪明包装成复杂，他常把好决策说成避免愚蠢、避免大错、避免被诱因带着走。听起来很普通，但普通到能每天执行的原则，才有机会穿过10年、20年的市场。如果你正在建立自己的投资系统，
可以用4张卡片开始。第1张，能力圈，我真的懂什么？第2张，反向清单，这笔投资会怎么死？第3张，诱因表，谁希望我买？第4张，行动规则，什么价格，什么条件才动手？每一次买进前，把4张卡片打开，如果有1张写不出来，就先不要急，这不是保证获利的仪式，而是降低自我欺骗的摩擦力。真正的好系统应该让错误比较难发生，而不是让你事后更会找理由。芒格晚年仍然阅读、思考、反驳、等待。他的人生提醒我们，智慧不是把答案收集得越来越多，而是把不该碰的东西删得越来越干净。投资世界很吵，但多数财富其实败在几个重复的错误上。所以今天这集的核心，不是学芒格说话，也不是把名言贴在桌上，核心是把问题倒过来：我怎么会把钱赔掉？我怎么会被故事骗走？我怎么会在不懂的地方假装懂？当你能诚实回答这些问题，理财就不再只是找下一个标的，而是在设计一个比较不容易被自己破坏的生活系统。这样的系统可能慢，可能无聊，却更接近芒格真正想教给普通人的东西。最后留给你一个2分钟练习。打开你的投资清单，选一个最大部位，写下3件会让他失败的事，再写下你会在什么条件下承认自己错了。如果你写不出来，它可能不是信念，而只是习惯。下一次市场很热，朋友很兴奋，影片标题很夸张时，先把这句话放在荧幕旁边，先避免愚蠢，再追求聪明。这不是让你害怕投资，而是让你的钱有机会留下来，陪你走更长的路。你正在收看的是财富导航，这集不是投资建议，而是一份思考工具箱。把它分享给那个很聪明，但最近被市场催得有点急的人。也许他需要的不是新的名牌，而是一个先踩刹车的理由。如果你只带走一句话，请带走这句：真正成熟的投资，不是每天都找到答案，而是越来越少把错误伪装成机会。查理·芒格的价值正在于他让我们看见，避免大错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复利。用在市场新闻上，芒格会提醒你把热度和重要性分开。热门消息会让人觉得必须立刻反应，但真正影响10年财富的，往往是资产配置、储蓄率、税务成本、交易习惯，以及你能不能持续工作与学习。用在社群投资圈，反向问题更直接：如果这个账号明天消失，我还知道自己为什么持有吗？如果留言区全部看多，我还能说出反方论点吗？如果我没有截图炫耀，这笔交易还有必要做吗？用在买进价格上，芒格不是叫你永远等到完美，而是要你分清楚好公司和好价格是2回事。再好的生意，如果你付出一个需要所有事情都完美才合理的价格，风险其实已经被藏进期待里。用在卖出决策上，也不要只问我赚多少，而要问原本买进的理由还在不在。竞争优势消失，负债结构恶化，管理层开始说不清楚，或你发现自己当初根本没懂，这些都比短期涨跌更值得面对。用在学习上，芒格式方法不是收藏更多课程，而是把少数基本模型反复用到熟。你不需要每天发明新系统，但你需要固定回顾旧错误，因为投资人最昂贵的学费通常来自重复交同一种钱。这样看，芒格的保守不是悲观，而是把乐观建立在结构上。你先把大洞补起来，
再让资产慢慢长大。你先保护判断力，再追求报酬率。财富如果要陪你很久，就不能只靠一两次漂亮出手。你正在收看的是财富导航，这集不是投资建议，而是一份思考工具箱，把它分享给那个很聪明，但最近被市场催得有点急的人。也许他需要的不是新的名牌，而是一个先踩刹车的理由。如果你只带走一句话，请带走这句：真正成熟的投资，不是每天都找到答案，而是越来越少把错误伪装成机会。查理芒格的价值正在于他让我们看见，避免大错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复利。